跟我学会这一个万能的甜面团，你就可以解锁各种面包，像吐司、餐包、各种软面包都可以做。今天做一个提子奶酥面包，不管做吐司还是各种软面包，都能有这种拉丝的效果，吃起来是特别柔软湿润的。用这个万能的甜面团做面包，如何让面包做到柔软湿润，放3天都不会变硬呢？那就是往煮面团里加烫种。这个烫种做法也特别简单，我也推荐你们用。它就是用面粉加开水搅匀放凉就能用了。具体的和面比例我还是打在字幕上，你按照我这个比例和面就行。还有就是面粉，如果面粉不一样的话，那你就得看你面粉的吸水性。面团的含水量还是比较高的，就是你和好了没有干粉的情况下，你用手捏一下，它是微微有点粘手就对了。做这种软面包，如果面团是不粘手的，就是含水量不够，它做出来就不好吃。和好的面团直接放到冰箱里冷藏1个小时，拿出来再用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拿出来你就可以放盐和黄油了。我这个就是没录上，这会儿我已经加过盐和黄油了。加完了，你是要把它给揉一下，让黄油被面团吸收。这会儿面团就特别粘，那你就刮起来摔。摔差不多3分钟，摔到表面光滑有小气泡，这个时候就能加酵母了。我用的是鲜酵母，不管是干酵母还是鲜酵母，你都用一点点牛奶把它给化开。你摔第一遍的时候就判断一下你的面团含水量够不够。每次摔都能摔长，这个时候就够了。牛奶你就加到3克左右就行。如果说每次你摔它都不好摔出去，那你这个面团它含水量就不够，所以这步加牛奶的时候你可以多加一点。这个面团加完了酵母这步，因为有牛奶就特别粘，所以你揉一下，如果觉得特别粘，还是刮起来摔。你看我开始摔的时候也特别粘，垫子上我都拿不下来。但是你坚持摔，差不多摔个，我基本上就是10几20下，它就不怎么粘了。你可以多摔一会儿，还是摔3分钟，表面光滑有小气泡就行了。到了最后一步就是用擀面杖砸，因为我这个面团它含水量还是挺高的，你一砸它就粘，所以咱们就把这个面团表面少拍点干面再砸。你要觉得粘了，重复可以拍一点，但不用太多。砸的话，我每次也是砸够4分钟，然后我给你们拉膜看一下，这会儿就出那种特别薄的膜了，就是你做吐司也可以，做这种软面包也是那种拉丝的口感。现在把面团收圆了，分成等份的剂子，我要做6个，每一个差不多就是80多克。每一个小剂子也是把它给搓圆了，然后我直接做成了预整形，就是一个小长条形，这样也方便一会儿擀。全部都做好了，还是放着松弛15到20分钟。这一步如果怕面纹升高的话，那你就放到冰箱里冷藏松弛。松弛好，现在就能整形了。还是把揉面垫上少来一点干面，还有面团的上面也少拍一点，因为这个面团含水量比较高，它还是有点粘的，所以你不要用太多，如果太多的话就不好擀了。擀成一个牛舌状，然后翻面，让光滑的面朝下。现在就能加这个提子吐司馅了。提子吐司馅的做法一会儿我还是打到公屏上，你们按照这个比例做就行。我一直都在跟你们说，一定要学会看面团的状态，就是那个配方都不是万能的，每个人的配方多多少少都有点不一样。所以想面包失败率低，那就是一定要学会看面团的状态，我感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卷好了，然后搓一下，把它搓长，差不多10几厘米。全部都做好了，再从第一个做好的那个生胚开始做，稍微按一下，从中间切开，这个你就按照我视频里的手法做就行，就是让它的切面朝上，两个搭在一起。卷的时候也是从中间先固定一下，把上面卷好了再卷下面，这样卷成一根的时候它就特别均匀。全部都做好了，还是移到烤盘上，放到烤箱里发酵。我用的是35度，发了50分钟。你就看体积明显变大，差不多有2倍大吧，然后按一下它能缓慢回弹，这个时候就行了。发好了拿出来刷一层牛奶或者是全蛋液也行。刷牛奶的时候就把烤箱预热了，上火175，下火180，烤了16分钟。每个烤箱的温度都不太一样，如果中途觉得上色可以了，那就加盖一张锡纸。烤好了，现在满屋都是奶香味儿，你们一定要试试这个面包，不但好吃，而且做法又简单。